这边我们现在的位置可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哦。文学馆的前身呢是我们日治时期的台南州厅，它是在1916年落成启用。从州厅到光复之后呢，曾经被空军使用过，然后对台南人来讲，大概他的记忆会停留在它曾经是台南市的市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市政府的使用，直到市政府搬迁到现在的永华路那边之后呢，这边就在民国87年移转给文建会。那在民国92年的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文学馆来做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街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候枋溪的一条河道哦。那目前呢，小溪也没有不见哦，它就是在水沟盖下面变成我们的一条排水沟哦。那由这边一直往上游走的话，它最后就会到山川台，也就是现在的东门城那个位置。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一个小阶梯下来哦。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候枋溪的一个河道切割出来哈，然后造成说旁边跟溪流这边会有一个落差哈，所以在目前都还看得出来它的一个高低的一个差。清水寺主要供奉的是最早是清水祖师哈，那创建的年代是在康熙年间。那后来呢，因为香火非常的鼎盛哦，所以现在主要的这个供奉呢，就主祀是这个观音菩萨哈，那还有我们的清水祖师哦，那这个就是清水寺这边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哈所以因为这个观音是因为大水流过来的木头嘛，所以在地的人都称追悼观音哈。清水寺最特别的地方，主要是在于它里面的一些艺术的一种装饰作品。那其实是汇集了很多府城的艺术大师包括有石雕的部分是释天府跟释弘毅父子的作品，然后彩绘的部分呢，则有潘丽水跟潘岳雄父子的作品还有这个比较新一代的彩绘的大师是我们林传志先生那还有泥塑的部分是邱火松先生的作品那包括这个台南的文学大师这个徐炳丁的作品，还有书法名家朱九营写的字都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甚至说连这个蔡草如的作品这边也有所以它是一个汇集了府城很多名师的作品，都在我们的清水寺可以看得到。那现在在我后面看到的这一栋呢，是我们那个日治时期的原台南县警察署那它是1931年落成的，那当时候是一个警察的单位那在当时候这个建筑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算是一个古典与现在的一种折中的样式那在很多台南人的记忆里面这一栋其实是红色的不过其实现在看到这个土黄色才是它原来的颜色那红色的是因为在大概60年代，因为全国的警察单位统一用红色的所以它就被漆成红色。那现在经过整修之后，已经让它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土黄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特别的就是用这一个所谓的13沟的面砖13高的这个瓷砖那这个砖其实在当时候同时期的像林百货，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它是用这样的一个13沟的面砖，这个是整个建筑上面比较特别的地方。那目前呢，基于一个古迹活化再利用的这个原则呢，那在2019年开始呢，我们这边就变成了这个台南市的美术馆
那目前这边是美术馆的一馆，那都会有做一些美术方面的艺术品的一个展览。看到全台首学呢，就代表我们已经到了孔庙。台南的孔庙是台湾孔庙里面最早建的。那最初呢是这个在1665年的时候，由陈永华当时候的知议参军然后他建议政经呢要来修建这个孔庙，也就是要办学校，要培育人才。所以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下呢，在1665年的时候就创建了孔庙。其实从这个明郑时期一直到清领时期，我们的孔庙虽然是庙，但是它也是学校那当时候基本上就是台湾这边的最高学府所以才称为全台首学。现在在我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日治时期的爱国妇人会台南支会的一个会馆的所在那建造的年代就是在日治的晚期了，已经到1940年代。不过它看得出来它还是比较保留了一个日式的一个风格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洋和式洋式跟和式的一个结合。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交给了红十字会。那后来有包括像中国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然后中美在断交之前的美国的一个领事馆新闻处一个办公处所也在这里。那当时候这边他们还有设一个图书馆，所以其实很多台南人可能都老一辈的台南人还有印象他们曾经在这边的图书馆来这边看书。目前呢，这个建筑呢是作为一个文创 Plus 的一个台南的文创中心。现在在我后面看到的是台南的地方法院。那这个台南的地方法院是在日治时期1912年开始起建，然后1914年落成启用的当时候呢，在日本人统治台湾1896年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引进这个新的司法制度，也就是3级3审的制度所以在当时候呢，算是台湾在那时候就进入一个比较新的那种司法的时代那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地方法院的一个建筑的样式其实它也是承袭了一个森山松之助它的一个风格就是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比较那种色彩比较浓烈的，然后注重一个装饰所以它在这些柱头上面都有很多的一个装饰。那这一栋建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屋顶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它是一整排的一个称为马萨式的屋顶。除了马萨式屋顶上面，它还有一个像是鱼鳞像鱼鳞的那种黑瓦片然后上面在整个马萨式屋顶上面还开了很多圆形的这个一整排的牛眼窗。现在在我的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台南市美术馆2馆。我们看到它的外观上，其实它的一个发想是从台南的一个代表性的花叫做凤凰花，那用那个凤凰花5边形做一个发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5边形的屋顶那还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屋顶的部分注意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是有很多小的三角立方体构成一个中型，再构成一个大型的三角立方体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是在模拟一棵树的树荫。所以呢，当太阳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它光线透过这个屋顶照到我们室内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那个阴影效果，会让你觉得好像你是在一棵大树下面那再往下看的话其实它是由上而下有很多的立方体错落由上而下
哦，那这样的一个错置的方式可以创造出很多所谓的半室外的空间然后会有更多的这个让民众可以休憩的空间在户外。好，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台南市的关帝厅那我们关帝厅这边的一个主神是我们的关公关夫子就是我们的文衡圣帝。目前呢，这个关帝厅里面呢，它最大最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潘丽水彩绘大师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里面几乎都是他的作品而且保存得非常好。像他的门神这是由我们潘丽水大师的一个彩绘的作品。那还可以看到在进庙之后的左边，可以看到潘丽水先生的父亲潘春元的这个他写的字那所以他们父子的作品在我们关帝厅这边同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还有一位雕刻大师的一个作品，就是陈启春大师的一个作品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周仓跟关平两尊神像外面柱子这边这些字呢，书法的这个大师朱九营先生的一个他的字他的题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欣赏这个潘丽水的作品，其实我们关帝厅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我们后面这一栋呢，红砖的这一栋建筑呢，目前是我们的叶石涛文学纪念馆。当时候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1925年落成启用的它是日治时期的山林事务所。它的一个建筑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包括说你现在可以看到的，它这个2层楼那外观都是用红砖那在前面的部分，它有一个水平的伸出眼那有一点像一个意象的入口，可是入口又不在那边那包括它上面有这种那个窗户都是方形直的，然后在上面有这种拱圈盲拱圈这个基本上是它的一个特色。那我们目前呢，我们是这个建筑物呢是作为我们叶石涛文学纪念馆那叶石涛是我们在时候台南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文学作家那这位就是叶石涛先生的一个塑像。那叶石涛先生在当时候他其实是一位老师那曾经在我们现在的永福国小那边任教过。这边看到的这一段话这是个适于人们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这个在形容台南形容府城那这个就是出自于叶石涛先生的一个作品里面的一段话。